号称世界第2大经济体的超级强国，现在可是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困境啊！最近这段时间，北京当局可是使出浑身解数，一波又一波的所谓救市政策如潮水般涌来，看得人眼花缭乱。降息降准，降低房贷利率，放宽购房限制，注资国有银行，发行特别国债，听起来是不是很热闹？但是这些花里胡哨的招数，真能拯救正在沉沦的中国经济吗？再也可以大胆地说，根本不可能。先说说这些天北京祭出的大招，表面上看好像是要给经济打一剂强心针，实际上呢，不过是在玩新瓶装旧酒的把戏罢了。这些招数不就是10几年前应对金融危机时用烂的套路吗？现在又拿出来重复使用，这不是在自欺欺人吗？最搞笑的是，北京还想靠这些老掉牙的招数来提振股市。果不其然，沪深港股市这2天还真就应声大涨。这下可把一些被套牢的韭菜们乐坏了，以为牛市来了，金山银山就在眼前。可惜啊，这种政策是能持续多久？恐怕撑不了多久。再也可以负责任地说，这波股市反弹纯属昙花一现。为啥？因为中国经济的根本问题压根就没解决吗？房地产泡沫、地方债务危机、消费低迷、失业率高企，这些定时炸弹哪一个解决了？说白了，这不过是给一具病入膏肓的经济体涂点粉，画个眼线，让它看起来还有点生气罢了。咱们来仔细瞧瞧，这些所谓的救市良方到底有多么可笑。首先是房地产市场，这可是中国经济的定海神针啊！现在呢，这根神针都快锈断了，房价跌跌不休，开发商接连爆雷，老百姓买房意愿低迷。北京现在想靠降低首付、放宽限购来救楼市，这不是在搞笑吗？再也给大家算个账，假设房价再跌个15%，首付不就打水漂了吗？要是继续跌，那不就变成负资产了？到时候想还贷都还不起，银行的坏账可就要爆炸了。这种情况下，谁还敢买房？除非是脑子进水了。再说说地方债务，这可是让北京高层们夜不能寐的大问题。地方政府负债累累，靠卖地维持运转的好日子一去不复返了。现在北京想靠发行特别国债来帮地方政府输血，这不就是拆东墙补西墙吗？说白了，就是用全国人民的钱来填地方政府的窟窿。这种做法不就是在透支国家信用吗？最可笑的是，北京还想靠这些政策来刺激消费呢。殊不知，老百姓都在为未来发愁，哪还有心思消费？失业率居高不下，工资增长停滞，社会保障体系漏洞百出，这种情况下，普通人能有消费信心才怪。现在的情况是，有钱的不敢花，没钱的更不敢花，这不是在搞笑吗？说到这儿，不得不提到北京对民营企业的态度。这些年来，当局对民企可是又打又拉，搞得民营企业家们人心惶惶。前几年还在高喊民营经济离场论，吓得民企老板们魂不附体。现在经济不行了，又开始甜言蜜语，说什么民营企业是自己人。呵呵，这话谁信？再也可以打包票，绝大多数民企老板听了这话，心里只会冷笑。再也给大家爆料一个更劲爆的内幕，有些地方政府为了创收，居然玩起了滞留民营企业家的把戏。说白了就是抓人勒索，不给钱就不放人。这不就是土匪行径吗？在这种环境下，谁还敢投资创业？谁还敢当什么民营企业家？这不是在自毁长城吗？更可怕的是，现在连批评的声音都容不下了。你看看那个朱鸿鹏的遭遇就知道了。堂堂中国社科院的副所长，就因为在朋友圈说了几句实话，就被扣上妄议中央的帽子给抓了。这不是在搞文字狱吗？在这种氛围下，谁还敢说真话？谁还敢指出问题？再也可以肯定地说，在这种氛围下，中国经济想要真正复苏，
简直是痴人说梦。没有言论自由，没有政策批评，哪来的创新动力？哪来的经济活力？这不是在扼杀经济发展的希望吗？再来说说中国的出口形势，这可是中国经济的救命稻草啊！但是现在呢，这根稻草也快断了。美国、欧盟、加拿大都在对中国的电动车、锂电池、太阳能电池加征关税，这不就等于再断中国的财路吗？有专家预测，中国今年将达到5%的经济增长目标，已经是难上加难了。再也可以大胆预言，就算最后勉强达标，那数字也是被注水的，根本不可信。说不定到时候又要玩起统计局抽样调查的把戏，把数字硬生生的往上拉。说到这儿，不得不提到中国的通缩问题。生产者物价指数已经连续23个月负增长了，这说明什么？说明中国的生产和消费已经陷入恶性循环了。厂商不敢生产，消费者不敢消费，这不就是经济衰退的征兆吗？更让人担忧的是青年失业率。今年7月和8月，中国的青年失业率高达 17.1% 和 18.8%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每5个年轻人中就有1个找不到工作。这些失业的年轻人可都是定时炸弹啊！他们要是哪天忍不住爆发了，那可就是天大的麻烦。再看看中国的汽车产业，据说8月份新车市场的折扣率高达 17.4%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车企们在拼命甩卖，就是为了回笼资金啊！据统计，今年前8个月，中国汽车厂商已经亏损了6200亿新台币。这不是在杀鸡取卵吗？再这么下去，怕是整个汽车行业都要崩溃了。说到底，中国经济现在面临的是信心危机。老百姓对未来没信心，企业家对政策没信心，投资者对市场没信心。在这种情况下，那些所谓的刺激政策能起多大作用？恐怕连杯水车薪都算不上。有经济学家说得好，中国现在最需要做的不是救股市、救楼市，而是解决老百姓的就业问题。只有让老百姓有稳定的工作和收入，经济才能真正好转。否则，不但经济没法复苏，还可能引发更严重的社会危机。可惜啊，现在的当权者似乎根本不懂这个道理。更可笑的是，北京现在还在玩内循环的把戏。殊不知，在全球化的今天，哪个国家能真正做到自给自足？这不是在开历史倒车吗？再说了，你连自己国内的经济都搞不好，还想玩什么内循环？再也可以负责任地说，如果中国再这么折腾下去，恐怕离经济崩溃就不远了。到时候可不是靠印钱发债就能解决的问题了。最让人无语的是，在这种经济形势下，某些高官还在大言不惭地吹嘘什么中国经济韧性强、潜力大、活力足，这不是在自欺欺人吗？你要是真有这么强的韧性和潜力，怎么会搞成现在这个样子？说到这儿，不得不提一下中国的教育问题。现在的教育体系完全是在培养一群只会唯唯诺诺、不敢创新的乖宝宝。这些人长大后能为经济发展做出什么贡献？能创造出什么新技术、新产品？再来说说科技创新。表面上看，中国好像在人工智能、量子计算等领域有所突破，但是仔细一看，哪一项不是在模仿西方？哪一项真正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？这种创新能支撑起未来的经济发展吗？最后，再也要说，中国经济想要真正复苏，光靠这些短期刺激措施是不够的，需要的是深层次的改革，需要的是建立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，需要的是尊重民营经济，需要的是言论自由和政策批评。但是看看现在的情况，他们有这个魄力吗？有这个决心吗？恐怕是难上加难啊！再也预测，如果再不采取真正有效的措施，中国经济很可能会在未来几年内陷入严重衰退。到那时，可就不是靠印几张钞票、发几笔贷款就能解决的问题了。各位网友，你们怎么看中国现在的经济形势？是不是觉得情况比想象中的还要糟糕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，让更多人看到真相。别忘了点赞、订阅并分享给更多人。我们下期再见。